粥底火锅、豆浆火锅、泡菜火锅、椰子鸡火锅。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2周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10种自制的火锅配菜的食谱。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4种火锅汤底，以及6种以它们搭配的火锅蘸料。我今天的父亲还附辫子，请大家叫我美美。先往锅里倒1200毫升的水，再倒300毫升的鸡汤，把这个架子架上去。先来煮个米，1/2杯的大米。我为了让米汤更浆糊一点呢，我再放1/2杯的糯米。米在上面，水都在下边呢。我这个锅是个升降锅，一会儿它就降下去了，这米就浸到水里边了。你用普通的锅去做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我们最后要把米过滤掉，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这个粥底火锅只要的是那个汤，它不要这个米。选择 hot pot， 然后我们把它降下去就行了。我们往里给它加点调料，先放2茶匙的橄榄油，大约1茶匙的盐，姜丝、大苏打。呵，这家伙！好，我们把盖子盖上，做个蘸料。第一个做的呢是葱油酱油，倒油，用中火把葱段搁进去，要煎熟煎透，煎的它缩起来了。看我们这个葱已经稍微有一点就是焦的感觉了，其实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关火了，把它倒到碗里。葱油的部分就完成了，下面我们再给它倒上点酱油，我们倒大约2茶匙吧。这不就是葱油拌面吗？刚想说呢，顺便教给大家葱油拌面怎么做。你说我这节目绝不绝？大概再放1到2茶匙的糖，搅拌一下，用它来蘸海鲜。这个是已经切好的1颗青葱，直接挤上超市里买的这种现成的姜泥，烧热的油给它往上一浇。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蘸鸡肉用的，我们可以给它调个味儿，往里放点盐呀什么的都行啊。粥呢已经煮得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把它升上来。我们把这个米架子拿走，底下的这个汤我们就可以涮火锅啦。我们这个米呢，就是刚才捞出来的那个米，特别的鲜，因为它是用鸡汤还有葱姜煮出来的。咱们可以用这个升降火锅做减糖米饭，按一下就一键就搞定了。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涮火锅了。主要食材其实就是新鲜的海鲜还有鸡腿肉，另外我们还可以涮一些蘑菇，我准备的是杏鲍菇、口蘑，然后还有这种平菇、豆腐呀，还有蟹肉棒、白菜，这些都是可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先下点鱼片，下一点虾、鱿鱼，我们可以把它升上来。想吃什么捞什么。对，我们把虾先捞出来。鱼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好呢，我们再给它降下去。比如你吃的是个麻辣锅，然后调料特别多，它上面这个架子就相当于是一个滤网，然后你永远也不会把那些调料捞上来，你永远看见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要涮的东西。这摆的时候其实也方便。走你！煮着蘑菇的同时，我们就可以下点鸡腿肉了。因为它是粥嘛，它已经形成一层淀粉水，会在这个肉上面形成一层包浆，你涮什么出来都特别的鲜嫩，而且能保留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我们先涮海鲜，蘸我这个葱油酱油。怎么样？我这葱油鲜美，鲜美哈。咱们再尝一个鱼的。来，怎么样？鱿鱼圈你还要吗？鱿鱼那叫油条。行，油条。好喝。然后这已经吃疯了，我跟你说这有多好吃，就是因为它食材的被一层包浆这种包裹着，所以这个食材特别的鲜嫩，而且又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再蘸上咱们的这个酱，就那个鲜味儿，我跟你说，嘿，太有滋味了。鸡肉蘸的是这个葱姜蓉，
粥底火锅的这个汤啊，你涮了这么多海鲜之后，还有这些蔬菜以后，然后你再喝它那个汤，特别有滋味。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升降火锅呢，是华人生活馆赞助的。华人生活馆呢是一个在北美地区专门卖厨具还有厨房电器啊相关的这么一个网站。美国和加拿大都能发货。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升降火锅的品牌呢，叫 Join Dim。这个 Join Dim 呢，就是华人生活馆自己的品牌。对华人生活馆或这个升降火锅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一看。2/3杯的黄豆泡3个小时，然后用微波炉高火10分钟，或者用水煮也可以，它就熟了。现在把黄豆倒到蛋机里边。倒900毫升的水，打2到3分钟。如果您不是维他 mix 的搅拌机呢，你就要打的时间更长一些。打好的豆浆我们给它过滤一下。如果你觉得麻烦呢，完全可以去超市买盒装的新鲜的豆浆，也可以买那种豆浆粉，然后自己去用水去兑。只不过我们现打的这种豆浆呢，豆香味特别的浓。汤底的部分呢，我们要先来准备一点昆布，上面写的是 dried kelp 海带，千万不要买成 dried seaweed。10到15克的海带用水泡一下，我们大约泡30分钟就可以了。海带泡好之后呢，我们连水带海带一起倒到锅里，大火煮开，然后转中火。我们放上这么一把柴鱼花，煮2-3分钟。我们把它捞出来，这是不要的部分。你为啥不用那个升降台子？哎呀，我忘了，如果用那个升降的那个就方便很多了。1到2汤匙的味增，2到3茶匙的酱油，我这是万字酱油，1茶匙的姜泥。这个酱油呢，我稍后会在 Costco 好物推荐里面会详细的介绍这个万字酱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酱油。再来大约1/2茶匙的白胡椒，做好的豆浆倒进去。自己做的豆浆特别浓啊。对。大约1 cup 的鸡汤，大火煮开，我们就可以涮了。给豆浆火锅做一个蘸料，1颗青葱切碎了，然后还有那么几根香菜给它切碎了。接下来我们放刚才做的这个葱姜蓉，然后我们再倒一点辣油进去，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酌情添加。那我来搅拌吧。这是一个辣的蘸料，下面我再做一个不辣的蘸料，万字酱油2汤匙，1/4茶匙的这种柚子醋，这个是柚子精华。咱们豆浆火锅需要准备的配菜呢，就是肥牛，海鲜呢就是虾、鱿鱼都可以，还有魔芋丝啊、千叶豆腐呀，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油条。菜呢主要以蘑菇为主，这个西洋菜呢是我涮火锅最喜欢的配菜之一，还有就是这个黄油生菜。这要是朋友聚餐人多的话，也不用担心吃口水锅了。我们就是各夹各的，特别的卫生。因为肉呢在汤里面涮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我们的汤又相对非常的健康，所以我们就不会吃到太多高嘌呤的东西，这个就相对来讲健康非常多了。可以看出老家不会用筷子。好嘞。我突然觉得下火锅也变得很享受了。哎，然后来点魔芋丝，特别从容。我吃一个辣的，我吃的这个是我自己自制的辣味。好吃。你看吃个虾，我感觉我像吃播。我也感觉我像在吃播。你也感觉你像吃播？那咱俩谁红啊？哎，来个羊肉。哎呀，真棒！这个豆浆火锅自带一种豆浆的香味儿，非常推荐这个豆浆火锅。而且豆浆火锅跟前面的粥底火锅都一样，用的调料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咱们这个汤底啊，就完全可以去喝的，而且非常的有营养，它也不是高嘌呤的。我们先来炒一个锅底，倒上一点油，放蒜。切好了的这个培根，你也可以放五花肉。在北美的话，培根更容易取得一点。我买的是 maple 的，所以它炒出来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让它在锅底待一会儿，不要反复的动它，它就有这种焦糖化的反应了。煎的差不多了呢，我们就往里面放泡菜。我这个泡菜是在 Costco 买的，我个人觉得还行。
有朋友可能觉得不够好吃，那如果你要能在韩国超市里买到更靠谱的也行。哇，太香了！我已经不行了。给大家做这个汤底之前，先教大家一道菜——泡菜炒五花。有这种大火冒泡的感觉了，我们就往里放水、葱花，2汤匙的料酒，2汤匙的芝麻油，1到2汤匙的辣酱。这个是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放。想吃啥的小孩了？不要。搅匀了就可以了。我们把它转到火锅里，适当的补一点盐，1到2茶匙就行了。我再适当的往里补一点水。我把刚才我从汤底捞出来的这点料也搁上去，这个是完全可以吃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压在底下了。Oh my goodness！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泡菜火锅需要的配菜：莲藕、玉米、西柚棒、香菜、巴克拉菜、蘑菇、白杏蘑菇、肥牛、海带、某一些笋。这个是青 Q 弹弹。下面我们给泡菜火锅调一个蘸料：1到2汤匙的花生酱，1茶匙的韩式辣椒酱，芝麻油再来上1汤匙。这个锅太费油了，现在油价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天天。再来上一点香菜，不喜欢吃香菜的小伙伴可以放点葱花。我不喜欢吃菜。可以，那你就别放了。然后我们给它搅和搅和。1到2汤匙的鸡汤，喜欢吃稠的呢就少加一点汤。咱们自己在家吃火锅要的就是舒服和自在。如果你口重一点，或者是你想让它再有点盐味呢，我们就再适当的给它补点盐。你的口味好重啊！要不我怎么找你呢？怎么说呢？又开始工作了。怎么了？对，这样就起来了。你不是靠声控吗？我帮你弄。我觉得不需要这个蘸料，这个也已经很好吃了。但是加上这个蘸料之后，这个风味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下面煮着东西的时候，可以在上面放一点东西，这样就能底下煮，上面蒸。老白，你先给我带来走。这个升降火锅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当你大火煮它的时候，你把它升起来的时候，这个火会自动的转成中火，降回去的时候，它又自动的转回到大火，这一点非常的赞。嗨，你不要再叫了。这个是 coconut 的 water， 这个是 coconut 的 milk。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倒到这个火锅里边了，你帮我把这拧开，我自己倒。行。到火锅里边吧。一瓶是330毫升，我们要倒2瓶 coconut milk， 倒大概500毫升就行。张票，大红枣放火锅里边，枸杞。现在我们把这个煮开，水开之后，我们就把鸡肉下进去。我这个是鸡腿肉，带皮带骨头的，你们也可以买啊，不带皮不带骨头的都可以。添点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有浮沫，我们把它撇掉。撇完浮沫之后呢，我们再给它炖上5到10分钟，做一个蘸料。切好的葱花、小米辣，来一点姜泥，这本来应该是用沙姜，但是我实在是买不到。搁点蒜泥、青柠檬，放2到3茶匙的酱油，2茶匙的蚝油，搅匀。椰子鸡火锅适合涮的东西也非常的多，除了肥牛之外呢，还有玉米啊、豆腐啊、魔芋丝啊、莲藕啊，它也非常适合涮各种样的菇。菜我们也可以多涮一点。我已经把这个汤里的鸡肉捞出来了，因为我用的是升降火锅，所以不捞出来的话，它这个酱不太下去。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用带骨头的鸡腿肉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血泪经验教训。哇，这个好香啊！这个锅底，对，闻起来就非常香甜的感觉。我们先涮肥牛，第一锅煮熟。你把这个全身都弄了就可咋？全身都弄。下面我用一下我的这个蘸料。你的蘸料是啥？
这个蘸料绝了！如果你不想用鸡肉，你就一半的鸡汤兑一半的椰子水，然后放点这个红枣一煮，这味儿特别足。像它这个菜完全可以不蘸料，滋味儿特别足。这个生酱火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比较安全，它外面摸是不烫的，小宝宝也能摸它。所以这款锅还是非常推荐的。3月份呢，就是华人生活馆的12周年庆。那他们会有非常好的折扣，如果你需要购买厨房电器呢，就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来一个地道。我们会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放上这款生酱火锅的购买链接。您在结账的时候使用我们的专属折扣码，就可以立减15美元。华人生活馆呢，在支付方面做得非常友好，您不但可以使用信用卡和 PayPal 来支付，而且还可以使用微信和支付宝。Nice。发现美食，分享快乐。我叫胡牛美美，拜拜拜拜。